小伙伴们，明天大河原先生要去京都竞走比赛，全日本的竞走比赛。这两天一直在走路，一个竞走多远？3000米对吧？3000米的竞走，还有一场什么比赛？啊？还有一场。这个星期天有3000米的跑步吗？跑步。对，星期天还有一个3000米的跑步比赛。这个也全日本。来，我们全方位的看一段。明天竞走比赛穿哪双鞋？啊，还没决定。还没决定。好。不错不错，我们往前跑了，加油加油，明天加油啊！拜拜拜拜。嘿，大家伙早喽！9月20号星期五，这周过得快哈，这周工作日少。今天第3个训练日，看今天又有挺漂亮的朝霞，能看清吗？看远处红色的云，哦，绿灯闪了，快快快！今天特别有意思，昨天不是说今天试试2代的惊叹，那惊叹2.0，早上穿上了，然后下楼一踩，觉得今天累了，还是换一双其他的鞋吧。今儿把那双魔足弓的2代 Alpha Fly 穿出来了。这科技的进步真的是日新月异，所以跑鞋就有小伙伴还问我说，现在能买到1代的 Vaporfly， 都说好，要买吗？我坚决不要买。一是它可能生产出来时间太长了，本身也有衰减；二是真的一年一个样，你穿完了新的，穿旧的觉得不一样。有小伙伴说足底筋膜炎，我觉得啊，你穿什么鞋，初跑者都得经历一段时间的足弓疼，绝大多数人。一会儿咱聊聊这，跟大家聊聊我当年天天焦虑难受的要死，怎么样？一会儿天亮点咱们再聊。刚才不光碰见了大黑眼先生，还有频道的观众，真的是无意偶遇的，有缘分呀！你们这儿这跑步服务站，大阪城的跑步服务站，还有高驰的合作了。但是这些年确实是涨价明显，你看没？1000日元一回了。几年前，东京皇居边上的跑步服务站500日元一回。我特老的视频还拍过呢。这家松饼特别香甜，给你们看看。哎，专门吃松饼的，看了吗？这坐垫就是松饼的形状。好多小伙伴说，初跑者穿碳板鞋、穿薄底鞋跑出足底筋膜炎特难受、特痛苦。跟大家聊聊我的经历。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都没有碳板鞋，也没有厚底鞋，只有薄底鞋。不像现在，没有什么选择。那时候可能最厚的底儿的鞋，就是像 ASICS 的卡亚诺，那看着就已经觉得挺厚了。看太阳，所以我觉得跟这些东西，不是那种，它不是足底筋膜炎的充分必要条件，它只能说能力差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在鞋的缓震支撑技术没那么好的年代，或者不那么好的情况下，你可能受伤的几率会高一些。但是关于足底筋膜炎，我要说2句，就是真的您发展成那种严重的不好治的足底筋膜炎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足底筋膜炎都什么人才能到那种程度呢？就自身的修复能力和本身
筋膜和韧带弹性已经已经不好的人群。这是什么人群呢？中老年人，或者甚至都没有中年，就是老年人，以老年女性为更多比例。你看好多让你带着岁数大一点的，比如带着妈妈或者带着奶奶出去逛街旅游，然后呢玩2天，老人家走不动了，说脚跟疼，反正北方话这么说，就是足底筋膜炎。这种呢，就是你治也只能是缓解，它已经是器质性损伤了，加上就是你人，我老说嘛，人你活一辈子都是在不停的在变差，然后最后就差到一定程度就拜拜了嘛，对吧？都一样。所以年轻人、中年人不用太担心这个，真的不用太担心这个。那为什么说脚底板疼呢？或者有的人对照搜索引擎找症状，然后早上起来一下床第一步，脚底下那根筋酸。好多人早上起来下床第一步，脚底下那根筋都酸。这一个姿势待时间长了，他那筋不那么伸展了，你猛地一伸都有感觉。我现在是没有了，我前些年也有。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一听说足底筋膜炎，觉得我天都要塌了。因为那时候人们渲染这东西啊，就这么跟大家说，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自媒体呢，也没有这么多跑步的各种的号，真的没有。但是就那个环境下，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不停的宣传这个，然后渲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要么他是开诊所的，要么他是卖药的，要不他是卖鞋垫的，要么他是卖鞋的。这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也是相信，觉得不行，因为什么呢？真的疼啊！就跑步的时候每一步足弓都是酸的，都疼。那时候怎么弄呢？就那时候在团结湖公园，北京的，有时候跑步，就有时候地下有那种雨花石，就公园它中间修出一条那种就石头子凸起来那种路，或者有时候有盲道，就觉得踩上去硌一下可舒服了，到那程度。然后那时候早上起来下床走路脚底也疼。但是这事儿是这样，我的理解，就那时候我就问自己，我说你跟普通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吗？没区别。那么多人都能跑步，为什么你的运动生涯就在运动刚开始的几个月葬送了呢？那时候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我是不是就跑不了了，对吧？这说到心缝里了，是不是？好多人一受伤说，哎呦，我是不是就跑不了了？真不是的。这脚这事儿为什么疼呢？一部分是可能确实你足底筋膜会有无菌性炎症，因为你用它呀，你对它有拉伸，平常你不用。还有更多的就是足弓的肌肉的酸痛，还有其他的，因为这脚基本上它都是筋膜韧带组成的，这种多关节的地方。而我们这脚我说过多少次了，现在人的脚是它其实还是一双原始人的脚，但是呢你又不动它，不用它，你从你能开始在外边走路，爸妈就给你穿上鞋了，是不是？从你能开始跑步，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几乎没有连续跑步超过1公里的经历，同意吧？除非有练过，最多就应付那个中考或者体测，是不是？很少有人连续跑超过1公里。那1公里算什么呀？你想想，你要是个生活在自然界的生物，那流浪猫有的时候它找吃的，它方圆还得1-2公里巡逻呢。
你别说跑1公里，好多人连续快走都没有走过那么远，最多也就逛逛商场。现在都网购了，也不逛商场。那你这一双脚，就是你身体最薄弱的环节，没有之一，真的没有之一。你上学的体育课，所有的练，不管是蹲起、蛙跳，都不练脚底板，最多体种练练脚腕，练练小腿，对不对？那为什么专业运动员得练那个把毛巾铺地下，拿脚趾头团那毛巾呢？就是要弥补这个。那为什么东非的人跑得快呢？以前那小时候就光着脚跑，光着脚不重要。我不是说反对穿鞋，我觉得就应该穿一双支撑包裹好的鞋。刚开始跑步穿一双缓震好的鞋，但是跑才是最关键的。就是一开始跑的时候肯定是疼的。当然，为什么你看好这些自然界的生物们、动物们，它没事呢？是因为它从小能跑了，它就得跑。而越年轻越小，好的越快，面对损伤恢复的越快。那小孩你甭管多累，睡一宿觉好了。你要是100岁老人，你让他跑一马拉松，睡一宿觉，那不一定醒得过来了，是不是？这都是玩笑话，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他从小就磨练他那个脚，要光着脚走路，要走远路，要跟着迁徙，要去找吃的。那你肯定跟他比不了。但是从生物结构上说呢，你跟他又没区别。这人能穿上鞋也没有几十年，就大多数地方的人。而我们能穿上稳定的、缓震的、好一点的鞋，也就是这，怎么说呢？也就是这10年。以前的鞋虽然它是当时比较好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不行。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2代的这惊叹 2.0， 那感觉那就不是一个东西。真的，真心话。咱再说回足底筋膜炎怎么办？您相信我，您只要不是那个脚后跟钻心裂肺的那种撕裂的疼，就走不了路了的话，大多数时候足底筋膜炎你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应该是足底筋膜炎都是跑好的。足底筋膜炎其实不是跑好的，是适应了。就是你从不运动到运动，脚底开始给你有反应了，然后呢，差不多2、3个月、3、5个月，如果你还坚持低强度训练，它慢慢就适应了，就不疼了。这就跟你头一天体育课蛙跳，第2天大腿疼是一样的。那有没有可能真的发展的严重呢？有，但是呢，你想我其实原来不锻炼，我还那么胖，我个儿又矮，就是我的 BMI 就更高啊。然后我这么跑，我一开始练的还多，还比较固执，我都没事儿。那大多数人都没事儿。那什么人可能有事儿呢？就比方说你力量确实是太薄弱，然后主要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可能你本身跟腱就容易受伤的人，可能在初跑的时候要稍微注意点强度，其他都没事儿，真的都没事儿，不疼是不可能的。我就这么说，我见过的跑步的人，从刚开始跑到最后坚持下来，这过程中足弓不疼的几乎没有。相信我，你穿什么鞋都得疼。我那时候上来穿的是ASICS 的凯亚诺，那个年代能买着最贵的缓震鞋了，也没用。行吧，大家努力训练，别太轻视它，但是也别太当回事儿，就这意思啊。咱训练后见啊。哎，小伙伴们，9月20号星期五清晨6点59训练结束，就跑了17公里，看给我累的。今天闷热一场，我看天气预报，周末下周有雨，这天可能正憋着雨呢。而且前2天都是1天2练，第一天一共跑了24公里，昨天跑了30公里，
明天早晨平田先生的早训练5点45在大阪城，一起跑15公里。我应该热身3公里到，跑完15再4公里跑回来。今天15公里和大河原先生他们一起跑了一段，整体的平均配速只有5分20，平均心率134。先是碰到一位观众刚跑步4个月，跑得不快，然后碰到大河原先生，看他在练竞走。对，大河原先生明天4点55比赛，下午给大河原先生再加波油。来，看到这儿的小伙伴们，老先生可以连续2天在京都2场比赛。你跟我说连续2天让我去京都玩，从我家出来坐上地铁到也就1个小时，我跟家属就特懒，老想着说去京都转转呀，好久没去了，就觉得特别的长途跋涉。那今天下午不跑步了，然后明天练完，明天第4个训练日，咱们还是回复观众的评论和弹幕，好吗？然后听我的，买鞋这事儿就跟我说买电子设备一样，买新不买旧就行了。一代真的是，就是因为你想，你是一个厂商，你有各种的资源，各种的研发，你肯定也是期待一代要比上一代好。有失误的时候嘛，肯定有，但是呢，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代要比一代好的啊。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